12枚 GBU 武器轰炸福尔多，伊朗核计划是否被终止？在午夜之锤的空袭行动中，美军出动超过125架军机，但主角只有7架 B2 以及其携带的14枚 GBU 武器。美军把其中12枚 GBU 武器投在福尔多、纳坦兹分2枚，伊斯法罕都是地面建筑，则是战俘离地。行动结束后，美国国防部评估这3处地点遭受了极度严重的损害和破坏。以色列也表示消除了伊朗核武器和弹道导弹的威胁，不过伊朗不认，表示福尔多核设施的损坏程度不大，完全可以修复。俄罗斯则表示伊朗未来依旧可以制造核武器。那么事实究竟是什么？GBU 武器的威力有多大？能否摧毁福尔多？关于福尔多核设施的损伤程度，双方是各说各的。遇袭地面的高清卫星图放出来之后，情况还是这样，争议甚至愈演愈烈。从图片来看，福尔多核设施位置有6个弹坑，就跟火力军之前说的那样，2枚 GBU 武器在同一地点爆炸，就可以炸到福尔多的内部设施。光看图片没什么感觉，不过一个牙签的大小，但根据推测，这6个弹坑中最大的那个直径有6米，大概30平方米，这个大小都能盖个单身公寓了。GBU 武器的直径只有 0.8 米，能炸出来一个直径6米的弹坑，也就意味着威力大。根据美国和以色列媒体的说法，弹坑周边有地面沉降迹象，GBU 武器全部钻入通风口与行军隧道，并摧毁了核设施的关键核心。从图片来看，上面那组弹坑的确有很明显的塌陷，不过还是那句话，伊朗不认，表示整个核设施所在的山地大部分区域并没有出现垮塌现象，福尔多核设施的整体结构应该没有受到影响。考虑到 GBU 武器的能力以及卫星照片所暴露的情况，火力军更倾向于前者。福尔多核设施大概位于地下90米，更深的部分甚至超越100米。GBU 武器的穿深为60米，1枚的确不行，但2枚就可以了。不过也有人表示，钻地弹反复攻击同一区域会受到碎屑回填影响，爆炸也会夯实下面的土地，所以 GBU 武器做不到1+1等于2，连 1.5 都达不到。这是给伊朗找证据来了，就差明说美军 GBU 武器无法对伊朗核设施造成太大的伤害。那么福尔多核设施的真实情况如何呢？想知道答案，首先要了解的就是钻地弹以及 GBU 武器。飞机出现后，地面设施的生存性大幅降低，即使一战时期，飞机都能用来丢炸弹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战机的性能越来越好，炸弹的威力越来越猛。为了保证安全，一些国家将比较重要的设施建于地下，比如指挥所、核设施、导弹库等等，避免遭遇敌方的袭击。如何摧毁这些地下战略目标，就成了一个问题。当然，解决办法不难，在地下建立指挥所，把炸弹也塞到地下不就行了？主打的就是陪伴，这就是钻地弹，特点也就2个：钻地、延迟爆炸。在20世纪，美军就服役了一款钻地弹 GBU-28， 在海湾战争中 F-111 带着 GBU-28 精准命中了巴格达的阿里米亚防空洞，直接洞穿其混凝土防护罩。5分钟后，第2枚 GBU-28 沿着原先的轨迹再次爆炸，摧毁伊拉克的地下堡垒。GBU 武器则是美军最强的钻地弹，也是威力最大的非核弹药。那么实际使用时， GBU 武器会像上面说的那样夯实土地吗？就火力军来说，不会。钻地弹是靠动能砸下去，只要外壳够硬，头部够尖，炸弹就能钻到地下。重量越大，外壳越厚越坚固，钻地弹清澈的深度也就越大。GBU 武器就是这样，其外壳为捏钴钢合金，不仅硬，穿透性也很强。整个炸弹的重量为 13.6 吨，其内部装药就只有 2.3 吨，其他都可以看作外壳。如果从10000米高空投掷，凭借着 13.6 吨的自重，GBU 武器可以穿透200米深的土地或40米厚的岩层，再或者是60米厚的混凝土层。重量大，威力也大，但也因为重量的问题，战机无法进行挂载，只能用 B2， 并且一次只能挂载2枚。实际使用时， B2 会在12000米的高空投放 GBU 武器。炸弹出舱后，尾部的格栅尾翼打开，弹头的激光导引头工作并飞向目标，在接近目标后，格栅尾翼调整
等下落姿态，级别武器以最佳的入射角撞击地面。在午夜之锤行动中，美军的重点打击目标就是福尔多核设施，其位于地下90米，并由混凝土层层加固。对其发动打击时，第一枚击毙武器的确无法直接打中核设施，但可以破开一个深度60米的大洞。按照直径6米的弹坑来看，2枚命中同一地点并不难，第2枚就可以直接摧毁。至于部分人所说的会夯实土地，纯属无稽之谈。在土木工程领域，的确有通过爆破夯实土地的操作，但是不适用于钻地弹。可以说，不仅不会夯实土地，反而会使其更容易穿透。级别武器在地下60米爆炸时会释放巨大的能量，在封闭空间内的爆炸会产生强烈的冲击波，并向四周岩土介质传递能量，也就是松动爆破，并且还会出现空腔效应，就是在目标深度形成一个巨大的空腔，空腔上方的岩土层会失去支撑，从而造成大面积的坍塌和下陷。这也是为什么福尔多核设施上方的弹坑会有明显的塌陷。从这一点来看，碎屑回填影响的确有，但是不大。深层土壤和岩石是被炸碎松动之后，空腔被塌落物回填覆盖，并不是被均匀压实，对穿渗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。可以说，级别武器在打击福尔多核设施时，并不是部分人所说1+1小于2。即使考虑到角度的影响，2枚级别武器打击同一地点也足以炸到福尔多，甚至还有富余。当然，威力太大，对打击没影响。级别武器安装有智能引信，在钻地过程中可以自动记录穿透数值，之后在某一区域爆炸，保证炸到福尔多。不过，就目前的情况来看，美军想要完全摧毁福尔多也不太现实。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说法，福尔多一些最敏感的设施可能埋得更深，深入地下几百米，没有人能保证一次炸弹袭击就能摧毁福尔多大部分的核储备。而且考虑到核辐射的影响，美军不会直接把福尔多核设施炸烂。有消息称，在午夜之锤行动中，美军的支援飞机还包括 WC-135R 核侦察机。该侦察机专职核物质感测，能收集特定地区的大气样本，并分析其中的放射性物质，了解是否存在核泄漏的情况。从这点来看，美军的目的就是在保证没有核泄漏的情况下瘫痪福尔多核设施。考虑到级别武器的实力，极度严重的损害和破坏并非说说而已。除了级别武器的性能之外，火力军之所以确定福尔多核设施遭受重创，还有一个原因，那就是美军早就测试过了。以级别武器的数量与价格来看，12枚已经不算少了，美军也不会拿级别武器炸着玩。那么在模拟测试中，美军的结果是什么？午夜之锤行动后，伊朗的核计划是否就此终止？在海湾战争之后，美军就对 GBU-28不满意了，毁伤程度有限，对深层目标的打击能力不足，打击一个防空洞都需要2枚，更别说那些更深的伊拉克地下指挥所了。想要增强打击能力，那就只能用核钻地弹，但核武这东西污染太高了，也太过敏感，于是方案被放弃。只是此时的伊朗、朝鲜等国被认为正在建设深埋地下的核设施，美国急需一款重型钻地弹，于是 MOP 项目启动，成果就是 GBU-57，一诞生就给美军一个惊喜。2007年初期，级别武器进行地面实弹测试，在一次穿透实验中，圆形弹穿透加固的混凝土层、钢板、土层之后，还能继续向下钻，最终穿透靶场基座，钻到了靶场地下配线区，导致靶场部分设施瘫痪。虽然这是一起事故，但工程师们表示，这种事故越多越好。在之后的宣传材料中，这起事故还特意被选中了。2010年，级别武器进入初始小批量装备阶段，美空军签署正式合同，采购20枚级别武器。其中16枚部署至怀特曼空军基地，并装备 B-2 轰炸机部队，之后就运往中东威慑伊朗。按照美军的想法，研发级别武器的目的就是打击伊朗深埋地下的核设施，比如福尔多。所以在2011年的时候，美军就在模拟演习中测试级别武器打击福尔多核设施。在本次模拟中，设定目标为位于山体后部，高度加固，只有通风管可供命中。最终通过演算发现，即使级别武器直接命中通风井，也需要连续投弹2枚以上才能确保结构坍塌。于是 B-2 挂载2枚级别武器就成为美军后续投放训练的重点之一。
这也是为什么在午夜之锤行动中，美军打击福尔多会那么顺畅，6个弹坑投放12枚击毙武器。可以说，为了做到这一点，美军已经训练了14年，火力军实在是找不到失败的理由。除此之外，地下指挥所、指挥通信节点、导弹仓库等也是美军的打击目标，比如朝鲜的丰西里核试验场指挥中心、大马士革地下的弹道导弹仓库。其次，美军一次性拿出14枚击毙武器，也证明了有绝对的把握。就数量来看，14枚已经占击毙武器库存的1/4了。过去10几年中，击毙武器的数量一直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线上。2011年，美军采购了20枚击毙武器。从2012年至2015年，美军又花费了1.8亿美元采购击毙武器。考虑到研发费用，在2015年，美军也就拥有30枚击毙武器。2016年，美国国会提及低速生产维持供应链的需求，所以在2017年，美军又拨款7200万美元采购新弹药，分6年交付。只是在此期间，美军退役了一批早期型的击毙武器。保守估计，在2020年的时候，美军库存里的击毙武器大概有40枚。等到2023年，波音获得1.2亿美元的订单，但里面包含击毙武器 B 的开发。在2025财年中，美军再次向国会申请拿1.8亿美元采购弹药，但除去 B61 的花费，用在击毙武器身上的预算大概不会很多。估计在2025年，美军也就持有55枚击毙武器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没有绝对的把握，美军不可能一次性掏出来14枚击毙武器。就火力军来说，击毙武器的性能加数量，再加上飞行员14年的训练，福尔多根本保不住。如果有人告诉你福尔多核设施没什么大事，火力军建议上去捶他2拳，再拉过来看这段视频。当然，在午夜之锤行动中被炸的可不止福尔多，纳坦兹和伊斯法罕核设施也被炸了。那这是否意味着伊朗的核计划就此终止？开头我们就说了，在午夜之锤行动中，伊朗的福尔多核设施挨了12枚击毙武器，纳坦兹挨了2枚，伊斯法罕则是挨了20枚战斧导弹。挨了那么重的打，受伤是肯定的。那么三者受伤到了什么程度？最重要的福尔多，美军没能完全摧毁，但是其内部的设施已经遭受严重损失。从卫星照片来看，击毙武器轰炸福尔多之后，山体隧道受损，而爆炸产生的震动可能对运行中的离心机产生破坏。铀浓缩离心机一般都是以恒定转速运转，对震动极为敏感，断电或剧烈震动都会导致这些精密设备损坏。纳坦兹的损伤程度恐怕比福尔多核设施更严重，防御没那么强，挨打的次数却不少。在美军发起午夜之锤行动之前，以军就频繁空袭纳坦兹，摧毁了其电力基础设施。在这个时候，纳坦兹的离心机就已经遭受损失。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说法，纳坦兹地下铀浓缩工厂内 1.4万台离心机极可能已严重受损，甚至完全摧毁。以军的空袭摧毁的是地上实验性浓缩设施，美军的击毙武器则是摧毁地下生产车间。至于伊斯法罕核设施，没有浓缩铀的设施，仅仅是研究中心与转化设施，所以防御能力比较弱，没有地下基地，在以军的空袭中就已经遭受不小的损失。加上美军20枚战斧，受伤程度可想而知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如果问伊朗核计划是否就此终止，火力军的看法依旧是否定的。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曾在记者会上表示，目前判断伊朗是否仍保有核能力还为时过早。按照伊朗自己的说法，地面设施仅遭受轻微损坏，且相关设施早已撤离，浓缩铀也已经转移到安全场所，这不是没可能。有消息称，在以色列袭击伊朗之后，伊朗就派出了大量车辆从以上这3处核设施转移武器和设备。在B2发起攻击前，伊朗也一直在使用卡车疏散福尔多的物资，之后更是出现了伊朗国防军的工兵部队。转移大概率是真的，如果火力军是伊朗，在明知对方要打自己而自己打不过的情况下，转移重要资产是肯定的。不过离心机这东西一旦投入使用，就很难再顺利拆卸。火力军估计伊朗的离心机是已经没了，不过伊朗还有制造离心机所需要的核心技术。就目前的情况来看，伊朗转移相关设施后还不清楚藏在哪里，也无法确定伊朗是否会尝试秘密建造新设施，以延续自己的核计划。按照欧洲情
情报机构评估，伊朗已经掌握制造核弹头所需要的全部技术，并完成起爆装置的高级测试。如果伊朗想要重新制造核武器，等这阵风头过去，重新建造核设施就可以了。快的话，可以在几个月内重新组装起来，之后继续造核弹。这个问题不是空袭就能解决的。可以说，单纯的打击核设施没办法彻底摧毁伊朗造核弹的能力，只能阻碍伊朗。根据以色列政府的初步评估，伊朗核计划至少倒退数年，但最终是否造核弹完全靠自觉。真正一劳永逸的办法，还是换一个愿意无核或者接受美国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的政府。火力军估计，接下来的一段时间，摩萨德会继续渗透伊朗，直到查明伊朗核设施的转移地点。如果发现伊朗依旧在建造核弹，那又是新一波谈判或者冲突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。各位觉得伊朗还会继续造核弹吗？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，大家一起讨论。喜欢的话，不要忘记点点关注。我是火力军，下期见。